谢县令大人伸冤。你不是死了吗？大人，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！大人，我是阿婉。牛体文是个活人，那屋里死的是谁？你很喜欢这张脸，很美，不是吗？的确很美，不愧是你一手打造的。不仅是我，是我们一起。你在池中滋养多时，神智早已清醒，和我装傻没有意义。小妖不敢的。回春楼里的那具尸体是明渊。是明渊，这道疤是他有一年不小心踩翻了火盆留下的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切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程老板，你既认定死者是明渊，为何之前误认？大人，死状如此凄惨，我根本就不敢多看，我只瞧着他穿着阿婉的衣裳，便把他认成阿婉了。阿婉，你既不是死者，为何案发多日，你迟迟未来县衙澄清？回大人，这5日，我一直和杜公子在临县。杜公子，明渊的恩客，你们不是的，不是大人想的那样。我与杜公子同去，是为了明渊姐。阴阳渡的女子，各有各的法子让自己变美，或请匕首精修容，或请脂砚珠填充。但明渊姐不一样，她天生丽质，是靠着自己原有的面容成了回春楼的花魁，向来鄙夷那些修容变美的手段。可到了今年，她也开始对着镜子叹气。到了约莫1个月前，我发现她的容颜悄悄有了变化。最开始只是眼睛比往常更大更明亮了，后来嘴唇也变得异常饱满丰润起来。我知道她终是像旁人一样
寻了法子。这原本没什么，可就算变了，隔几日他又觉得不够，又开始叹气，日日与楼里那些更年轻的姑娘相比较，人都魔怔了。杜公子是真心悦慕明渊姐，他见不得他这般痛苦，我们便商议，由他回家变卖家中古玩字画，我带路去我老家临县，购置一套安静院落。我们想带明渊姐离开回春楼，离开云阳渡。窦大典好了，这里终究是困住他的辛劳，我们带他走吧。这太贵重了，杜公子，你收着吧。还是由你带给明渊吧。刚好又要到明渊节生辰，我们便想着先瞒着此事，作为生辰礼。谁曾想，刚回来就听说出了命案，我成了死人，明渊姐被怀疑成凶手，也失踪了。所以明渊也是个极其看重容貌之人。掌柜的，哎，近日可有人来你这店里买过砒霜？砒霜？哦，几日前倒是有位女子上门，先是要取金疮药，这取药未办，又忽然改口，说罢了，买些砒霜吧，再无其他了。该女子可有什么特征？年纪不大，戴着面纱。哎，对了，她的声音和身形，有点像回春楼的明渊。啊，我曾有幸见过明渊姑娘的身姿，哎，真是一眼再难忘啊！所以对当日那位女子记得清楚些。那是重点吗？本分卖药啊！好好好。买砒霜的是明渊自己，难道说他是自己？铜镜晶能变化成明渊的样子，你忘了？对呀，那这还真说不准到底是谁买的了。可为什么要取金疮药呢？许是为什么后面又改买砒霜了？如果此刻我是白大人，我又该如何推理？金疮药能消肿止血，生肌散疮，还能做些什么？我只知道治不了脑疾。别装腔作势的浪费时间，回去复命就是。到底谁装腔作势啊？这是脂盐珠，擅长吐丝填肤，提拉紧致。这是新任知县白大人。铜镜晶之前在你手下办事，禀大人，静儿曾是我的助手。那后来呢？静儿爱美，见了更好的人，自然就弃我而去了。谢谢，我送你。慢走。我来找脂盐珠，
听说它能让人变得更年轻些。啊，姑娘，这田夫术的代价太大了，越修越虚，几个月后你会发现自己的皮肉比现在更老的。你这话我倒是听过，可若是有更好的法子呢？爱美之心，世人皆有。可若陷入执念，渐渐便会忘了到底什么才是美。真没想到童静晶和明渊竟有此等渊源，看来还是要从他这边切入。在阴阳渡查案，所思所想就得多一些。多谢扶风大人提点。欠着吧，等你欠的越多，如何？就留下来慢慢还。明渊已由阿婉和杜公子带到新居安葬，临走前，我恢复了他的容貌。明渊的脸怎么了？童静晶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抵赖吗？你就是嫉妒明渊的容貌，所以将他毁容杀害。你胡说！我宁愿自己死也不会伤害他。他是我唯一的朋友。朋友？我们一起修整这张脸，这是我们共同的作品，也是我们共同的秘密。为凭，情意同心，以柔为器，岁岁如昔。我可以变成任何我见过的人。现在看看你自己这张脸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有哪里不满意？告诉了你，又能如何？这真的变了。我该如何谢你？我不要钱，只希望偶尔能见你这张脸，出去走走。我也想感受一下别人喜欢的目光。明渊是第一个愿意在夜里点着灯等我过来的人，他的执念越来越深，他总说要变得更美。可是她已经很美了，再变就不像她了。她总说不像也没关系，不像我也没关系，只要还能被喜欢，只要所有人都不离开我。如果作品完成了，他就不再需要你了，他会离开，他会去追寻自己所爱的人，到那时，你也便不能再变成他了。
是不是？不会的，他不会离开我的。你太单纯了，想办法让他留下吧，想办法让他留下吧。阿庆，你怎么了？你有点吓到我了。我不记得了，我不记得了。我的头好痛。大人，您的……我不记得发生了什么。我看着镜子中的容貌，只觉得很漂亮，可我甚至不认得那是谁。这几日我在喜千华住着，扶风大人以灵泉重塑我灵石，我才记起他。我以为明渊逃走了，我不想让你们抓到他，所以才装作什么都不记得。所以他的脸是我。是恶灵，因为你被恶力侵蚀了心智，失手毁了明渊的容貌。是我害死了他。他瞳孔发散，舌根发黑，血液暗沉，这是中毒之疾。他因是受伤之后使用过金疮药，而过了几日照了镜子，发现自己容貌被毁，心智崩溃，于是便服毒自尽了。而他余下那些伤，是他用镜子一刀一刀自己划下的。至于他为何穿着阿婉的衣服，是因为他不想任何人认出他是曾经名动一方的花魁明渊。大人，我有一事想向您请教。说。这铜镜精既懂改容换貌之理，他为何见到明渊才想起来改变呢？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，就算能轻易改换容貌，也要反复为自己寻找理由。便如明渊，分明是闻名阴阳度的美人，却因为年龄稍长，便不惜代价的改容换貌。他们都有过人之处，却非就这一点焦虑不已。这一人一妖竟能生出相同的痛苦。大人，此事结束之后，喜千华会如何处置铜镜精？按律处罚，罚完之后留在喜千华为我做事。为你做事？对，
为我？怎么？你也想？大人，到底谁想啊？我没想。此案虽然终结，但背后应该是有恶力控制。继续查下去。是。明日亥时便来找我。大人，那便不多讨论。交换此生的遗憾，当怨气愿以命偿还，循着心跳触摸你不安，执着这一段百转千回流年的期盼，就将心割一刀两断，埋藏在你我的彼岸，忘了你，忘了这一段。